康熙20年，你率兵进军云南，后将吴三桂的财产莫为己有，你怕被人揭露，先是送出800两给侍卫纳尔泰，后又送出1000两给当时的刑部尚书，以求庇护，可有此事？当年我带兵进入云南不假，但吴三桂家中查抄的家财，我都赐给兵丁了，我是分文没取。不信你可以去查。纳尔泰已经招了，你还能撑多久？蔡侍郎，我希望你想清楚说话。郭医师，坐下讲话。云南之乱已平多年，此时纳尔泰诬告我，他定是心怀不满。你说他诬告你，那么我问你，那个姓吴的妻妾是怎么回事？你贿赂纳尔泰，不就是为了掩盖你强抢吴三桂的孙女为妾一事吗？没有的事啊，我连吴三桂的孙女是谁我都不知道啊。吴三桂的孙女你不知道，那么郭壮图的儿媳你总该认识吧？他人内院的妇人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啊！赵铁，大人，到蔡侍郎家，把吴夫人请来，我要问话。是。于仲堂，我家大人有请。你以为你对我避而不见，就能撇清你我的关系，是吗？明仲堂多虑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陈廷敬手里根本就没有账册，否则当初有汤福会在手中作为人证，又有账册作为物证，恐怕早就把我抓起来了，用不着等到现在。那他谎称有账册，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。我们不动，他就没有可乘之机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得到消息，郭秀抓了蔡义荣。蔡义荣，蔡义荣可知道什么要紧的事情？他调回京城任兵部侍郎，可是送了5万两银子给科尔坤呐。吴氏已经坦白交代，自己确实是吴三桂的嫡亲孙女，原系郭让图之子郭宗汾之妻。你带兵闯入郭家，郭氏父子自戕，你贪图吴氏之美色，便将其强抢回府。这么些年，我对他可是不薄啊！蔡侍郎，这么说，你已经承认强抢吴氏一事了？记下来。老师，怎么样了？这个蔡义荣嘴太硬，暂时从他嘴里套不出有力证据。但是往往一个2品大员的升迁，都离不开吏部尚书和内阁的举荐。继续审，
在他身上一定要有突破。皇上，臣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崔建玉，参合督察院左都御史陈廷敬，左迁都御史郭秀，胡乱抓捕朝廷重臣，祸乱朝廷，请皇上严查。陈廷敬，你二人为何抓捕朝臣？回皇上，因为奴才。陈种宪自官复原职以来，他一直暗中调查奴才。奴才认为清者自清，并未当真。哪知陈种宪变本加厉，竟联合了诸多同僚，制造了虚假证据，栽赃奴才。奴才实在没有办法，便只得自陈罪责。你何罪之有？陈种宪口口声声称奴才结党营私，卖爵鬻官。奴才觉得，与其被满身泼脏水，倒不如随了陈种宪的意，自证己罪，自请处罚。明正堂既然要自陈己罪，那不妨说出来，你到底犯下了哪些罪？奴才第一条大罪，任意横行，欺君擅权，文武各官进出门下。奴才的第二条大罪，引用内外奸党，致失天下人望。奴才第三条大罪，与索额图、尹桑阿、麻勒吉、西域、科尔坤、于国柱、王新命以及外派官员山东巡抚、河南巡抚、广东巡抚、江宁巡抚等人私结奸党，一切政事皆于私家议定，然后施行。纳兰明珠，朝堂圣地，岂容你胡喷乱谣？明中堂，我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故害我呀？是皇上，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臣与明中堂毫无瓜葛呀！皇上，臣冤枉啊！皇上，臣冤枉！皇上，这些都是奴才的党羽。陈种宪既然要彻查，那就把他们都查一查吧。冤枉！冤枉！皇上，够了，都给朕住口！明中堂，你随朕来。皇上，奴才原本是微末卑贱之人，承蒙皇恩，方有今日之职。近来因奴才之故，令朝野动荡，臣公不安，奴才有罪，愿以死赎之。明珠，朕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跟了朕27年。你刚才在朝堂上那番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奴才罪孽深重，请皇上重罚。行了，你什么也不用说了。你辅佐朕快30年，朕和这大清还离不得你。明珠此举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！这也给了我们最大的难题。他要是都咬了，到底查还是不查？你若查，我咬他，他咬你，那朝政真乱了。必须要查呀，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老师，现在应该提审蔡易容啊。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走。二位大人，这明相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是啊，他把我们全招了，那咱们哪还有活路啊？对呀，是不是？这来了，这有活路。诸位稍安勿躁，听我说来。明中堂把水搅浑了，
就是为了保诸位平安呐。他陈廷敬想查咱们，明中堂就给他来一个满朝皆罪人，让他陈廷敬查去。皇上或许不会动二位阁老，可我们这些人就很难说了，毕竟是位卑人卑呀。对呀，有我和明中堂这两座青山在，诸位还怕没柴烧？是，对。可是中堂，毕竟那蔡义荣还在督察院的大牢里压着呢。诸位的担心怕是已晚了。见过中堂大人。诸位与本中堂的关系，怕是皇上那儿早就登册在案了。明中堂，您此话何意呀？你们知道我为何要你们参合陈廷敬的儿媳汤福慧吗？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关系，写了一份册子，递给了皇上。中堂，既然皇上手里有那份名册，那我们何以安然到今日啊？因为汤氏死了，皇上空有名册，却无人证。这是真的？谁要是不信本宗堂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出去问陈廷敬。我劝各位一句，都把那小心思给我往回收一收吧！啊，现在朝廷的情势是风骤浪急，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，好不了我，也跑不了你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同心同力，共度难关。别几个慢走啊，有空常来。哎，科部长，中堂，科部堂一直在心神不宁，该不是担忧蔡义荣？毕竟是我举荐的他要是招了，我恐怕也要倒霉呀。安心，他招不了。中堂的意思，看在你我多年的情谊上，本中堂怎能置你于危险而不顾？中堂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人谋害本官，我要见陈总宪！我要见陈总宪！蔡义荣中招了。蔡义荣喊着有人要害他，闹着要见你。赵铁在大牢盯着吧？盯着呢，盯得牢牢的。你告诉蔡义荣，他要是不招供，他见我也没用。是。朕虽然罢朝，但还没有消停。你都看看，这都是他们互参喊冤的折子。素日里，他们或互为朋党，或各怀异心，直到事关己身，才开始着急。任他们这么闹下去，该如何收场？要尽快想办法。朝堂不能这么再乱下去。臣明白，
臣会尽快找个解决之法。你只管放手去办，朕会让索额图协助你。臣明白。皇上，皇贵妃娘娘不好了。皇上驾到！婉玉，婉玉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说！皇贵妃顾及难育，臣等回天乏力呀。要你们何用？臣有罪，臣有罪。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有罪，皇贵妃的病不是1日2日，是10年。你用10年把她治成这样，其实是有罪，是该死。臣该死，臣该死。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请老臣做主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冤枉！皇上，老臣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请老臣做主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这阵仗闹得这么大，明珠这是要把路走绝呀！是。明珠，这是要置陈廷敬于死地。皇上这回恐怕是躲不过去了。咱们该弄了，但别急，皇上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。皇上，外头怎么样了？还在喊冤，越来越凶了。明珠如此搅乱朝政，看来他真是想当这个鳌拜了。他们的目标是朕，他此举是逼皇上承认朕是奸佞。哼，要是朕认了你是奸佞，那下一步他就该亲军策了吧？明珠他不敢。蔡荣着了没有？想办法让他着。老大人，您这事儿啊，还真得好好求求皇上啊！我老身入朝为官40年，就连县里都说我是难得的忠臣。今如今有人随意要陷害老臣，皇上，替老臣做主啊！皇上，老大人。皇上至今不露面，这是信不过咱们呀！这是让咱们做臣子的以死明志啊！我老臣从来没做过反腐之事，就去死！大人！哎呀，老大人啊，你看你，哎呀！让开！张大人，张大人！你，科尔坤，怎么引渡的伎俩你都说出来？你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是他自己想不开呀。此刻正是他们一鼓作气之时，您不必理会。如此再三这样，他们必当气结。那个时候，您再伺机出面。没有再三了，朕和你都已经没有时间，没有退路。朕告诉你，不拿下明珠，你没脸见朕，朕更没脸见大清的列祖列宗。臣明白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外头有御史撞柱而亡了。他们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些都是朕赖以为重的大臣们，平日里朝政上的事一问三不知，能推就推。如今事关自己的利益了，就学着那些女人们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丢人！陈廷敬，
传朕旨意，将那些罪名确凿的贼子们，通通下狱，按律严惩。臣领旨。吃吧。你拿走吧，我不吃。有人要给你带句话，最晚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去。哎，你们是吃饭？看什么看？一边！蔡大人，郭御史，看来我来的真是时候，正好赶上大人吃断头餐呢。你要吃了这碗饭，估计到不了晚上就可以出大牢了。他妈的！说，是谁让你来害我的？皇上说，各部院之间，向来都是或互有交结，或各为门户，更有那受贿贪赃之辈，败乱国政，这些他都知道，也早有证据。但皇上为了君臣情义，不愿追究。皇上顾念咱们做臣子的也要为皇上着想才是，否则把君臣情义都消磨干净了，皇上可就真要按法律行事了。诸位请安心，皇上命我督察院审理这件事，我可以向你们立下军令状，3日之内，我必查明真相，替你们讨还公道。哼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会借此徇私舞弊？毕竟，明中堂的前车之鉴尚在呀。我只凭证据说话。若有冤假，又该如何呀？若有冤假，我引尽伏诛。大人，大人，是谁让你杀蔡荣的？我不知道啊，大人，我就是个送饭的。你不知道？那你为何告诉蔡玉荣，最迟晚上能够出去？我真不知道，饭菜是他们给的，他们让我告诉蔡玉荣，最迟晚上能出去。他们是谁？哦，2天前有个人找上了我，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送饭给蔡玉荣，但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呀，大人。你们是如何联络的？在我家说好了得了手之后，给他报个信儿，他安排我离开京城。瑞府怎么样了？老师，进展如何？狱卒要毒杀蔡玉荣，被我抓了。我现在让赵铁在这个狱卒家里守株待兔呢。干得好。蔡玉荣呢？连惊带吓的，情绪不大稳定。你准备一下，提审蔡玉荣。是，老师，今天宫内情况如何？我向皇上和百官立了军令状，3日之内必须结案。蔡侍郎一场惊魂，现在可还好吗？我说过了，有人要杀我，你们就是不信呐！蔡侍郎，你是说隔壁监狱里那个犯人吗？哎呀，他呀，这儿不正常。我是说那个狱卒。总之，有人要杀我呀！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是为了灭口。皇上说了，你若老实交代，助本院破案，他还能宽宥于你。若是依你的以往之罪，是万死莫赎。皇上。
皇上。陈不堂，郭御史，我全说。二位中堂，皇上抓了咱们不少的人，朝里恐怕是闹不起来了。那陈廷敬呢？立下军令状了，3日之内结案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过了这3日，咱们的危机就可解了。恐怕这3日没那么好过呀。蔡易荣那边怎么样了？该有消息了。万一失败，哎，这万一失败，你可掂量好了，卖官鬻爵可以从轻发落，结党营私那是重罪，一旦查处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只要你顶住了，有明中堂和我在，再翻身便易如反掌啊！大人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失败。不妙。我确实是贪了吴三桂的家产，后来这件事情被于国柱知道了，我就分了一半给于国柱去收买他。但后来我跟他没有什么牵连呐。这之后，于国柱跟你联系过没有？在我当云贵总督的时候，他主动向我示好，但我知道结党是定没有好下场的，我就顶着，没有和他来往。河工一案后，你被降至甘州府任知府，短短2年，你是如何又从4品知府一跃成为现在的从2品大员的？大人，甘州那个地方不是人待的呀，风沙大不说，就连一口清水、一颗青菜都吃不到啊！我实在是不甘心待在那里，我就凑了一些银两，去贿赂吏部尚书科尔坤。凑，是收的贿赂吧？科尔坤一个吏部尚书，竟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让你连升2级。就为这个，他要了我5万两银子。我是砸锅卖铁才凑足了银子，送给了科尔坤。他跟你说走了谁的路子？明珠。我回京之后，和明珠的幕僚赵柳堂一起喝过酒。除了赵柳堂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指证明珠的证据？你送给科尔坤5万两银子，可有证据吗？有啊，大人，我既有账本，我送给他的都是银票，全部出自银庄，上面有标记。科布堂，郭御史，下官奉陈总宪之命，请您去督察院走一趟。传我过堂，总要有个理由啊。兵部侍郎蔡易荣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所以希望您去配合调查一下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！贺不堂，请吧。大人，并没有人出现，似乎对方已经知道狱卒暴露了。那就不用去了。等抓了科尔坤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大人，科尔坤我带来了，把他带进来，现在就审。明中堂，我知道了吧？科尔坤被督察院带走了。他是死刑，他难以脱身了。咱们也要早做打算呐。打算我已经做好了。若能顶住3日，那最好。如果顶不住，你要设法脱身。我会安排你来顶我这个位置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，明中堂？我们还是离不得您呐。若能保住你一个，我们才能再图东山。否则，我们便会全军覆没之危。只怕皇上愿意，他陈廷敬不肯呐。哼！陈总宪说我卖官鬻爵，可有证据啊？他说他送了5万两银子给我，就送了，可是银子我没见着。再说了，我也没那么大能耐，让他一跃升为兵部侍了。蔡荣从甘州调回京，可是离不得你吏部的文书，这一点你从何解释？有地方督府作保，再将他的政绩报回京，我这是秉公办理呀。所以你应了他的政绩，将他越级成了兵部侍郎。哎，升他为兵部侍郎的是皇上，我可没这么大本事。是谁将他引荐给皇上的？是我引荐的，又怎么样？我说过，我这是秉公办理。陈总宪要查我，拿出证据，没有证据，我恕不奉陪。站住！且随他去。赵铁，盯牢了他。是。你去查查蔡荣所说的那个银庄。陈廷敬先是抓了蔡荣，后来又抓了科尔坤，我想十之八九是为了科尔坤卖官的事情。当初明珠把蔡荣安插进兵部的时候，我让你盯着他点儿，你拿到证据了吗？三哥，蔡玉荣交了5万两银子给科尔坤，科尔坤把银票兑成了现银，分别存在了其他的钱庄。我让德安动了点手脚，把这些票据都拿到手了。干得好，老吴，找个机会，把这些票据交给陈廷敬。这。皇上，陈大人求见。宣。这。臣叩见皇上。免礼。外头如何了？尚算顺利。 3日之期，转日就到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臣正为此事而来。臣有一事，想求皇上相助。说说看，朕能怎么帮你？臣想请求皇上将明珠召进宫来，让他入宫做什么？喝茶。只喝茶？对，呈请皇上。 要明珠在宫中6个时辰，这6个时辰之内，不能让她出宫，不能让她和任何内患外臣接触，更不能让她有机会
递消息出宫。必须由朕亲自出面吗？皇上，也可以将此事交由信众之人来办。你的打算，朕明白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朕轻易下旨囚禁内阁首辅，会是什么后果？你能在6个时辰之内拿到明珠的罪证，那是最好不过。但你若失败，朕可无法向臣顾们交代了。此举万一失败，一切罪责将由臣来担。只要拿下全城明珠，舍臣一命又何妨？皇上，下决断吧。朕不能写圣旨，否则便是实决。你只能传朕口谕。若失败，臣甘愿领假传圣谕是罪。所以，此举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更要紧的是，明珠这块界选之机必须除掉，但也不能伤到其他的匹夫。你可要掌握好分寸。主子，陈总宪求见。晒书了。通知唐金姐，容若编的书。我这几年忙，忽略了他的这些宝贝，谁成想长了书虫，这不，把同治堂的这个藏书全都拿出来晒晒。容若的通知堂是狼环先帝呀。陈总宪，你今日到此来，不是为借书吧？我有一本饮水词足矣。我今天来是来传皇上口谕的。哦。明中堂，朕读孟子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亲一句。”多有不解，望明中堂即刻进武英殿，为朕解惑。这是皇上的圣旨。陈总宪，该不是哄3岁孩童吧？怎么？你想要明辨一下吗？今日我与皇上的讲书时，论及孟子，皇上言称明中堂里藏书很多，对孟子更是见解称奇，所以才命了我来请。皇贵妃昏迷不醒，皇上为了她罢朝多日了。今日怎么有闲情逸致想起讲书来了？还有你，还有3日之期将至，你不去查案，却担任了这个宣旨的差事。陈总宪，你这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明中堂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，既要自证清白，何必连公理都不敢虚？武英殿，那是鳌拜的自绝之地。你又不是鳌拜，何必怕进武英殿呢？皇上的口谕我传到了，明中堂去或不去，请随意。我告辞了。
索大人，你怎么陈兵入宫？可是宫里出事了。本官奉皇上之命入宫，于中堂想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儿，不妨去问问皇上。对不住，失陪了。不好！柯部堂，云中堂，怎么样？明中堂进宫了，可是事情有了转机。明中堂前脚进宫，索图后脚就陈兵入宫，还说是奉皇上之命，只怕这事鳌拜之祸重演呐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万一明中堂出事，咱们要为自己打算一下啊。不错，走，先去打探一下。